小雨啊，你就把房间让给小娟吧，做人要知恩图报。婆婆当着小姑子男朋友的面训斥我，声音尖锐刺耳，让我在自己家里像个外人一样被人指手画脚。妈说的对，一家人要相互理解，你别太计较了。老公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背叛我，昨晚的承诺瞬间成了笑话。我站在自己亲手布置的卧室门口，看着小姑子理所当然地挑选家具，心中的愤怒如野火般燃烧。3年来，我在这个家忍气吞声，却连一个容身之地都保不住。既然要搬家了，这个孩子就别要了吧。当婆婆说出这句话时，我摸着刚刚怀孕的肚子，彻底心如死灰。他们以为我是个任人宰割的软包子，却不知道，当我拿出那厚厚一沓离婚协议书时，他们全都傻眼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那天下班回家，我一推开门就愣住了。客厅里坐着小姑子和一个陌生男人，婆婆正笑容满面地领着他们参观我和老公的卧室。妈，这是在干什么？我放下包问道。婆婆回头看见我，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。小雨回来了，快来见见小娟的男朋友，人家小伙子可优秀了。小姑子挽着那男人的胳膊，一脸得意。嫂子，这是我男朋友志明，我们准备结婚了。我点点头表示祝贺，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差点崩溃。婆婆领着他们走进我的卧室，指着我精心布置的房间说：“志明啊，你看这房间多宽敞，采光也好，等你们结婚就住这儿。我让儿子儿媳搬到那间小房子去。”什么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小姑子更是理所当然地点评起来：“这床不错，就是床头柜有点旧了，还有这个衣柜，我们得重新买个大的。”她转头对我说：“嫂子，这些家具你们搬走的时候能留下几件呢？我们也省得重新买了。”我感觉血往头上涌。妈，这是我和老公的房间，您这样安排是不是？话还没说完，婆婆的脸就沉下来了。怎么，嫁到我们家3年，还分你的我的？小娟要结婚了，你们住大房间，让她住那间小破房子像话吗？做人要知恩图报。婆婆当着志明的面训起我来。我们家能有今天都是我儿子挣来的，你嫁进来就想现成的。现在小姑子要结婚了，你让个房子怎么了？我觉得脸上火辣辣的，志明明显也感到尴尬，但小姑子却一点愧疚都没有，反而安慰婆婆：“妈，您别生气，我嫂子就是一时想不通，过2天就好了。”我站在自己亲手布置的卧室门口，却像个外人一样被人指手画脚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原来在这个家里，我什么都不是。晚上老公回来，我把白天的事告诉他，他搂着我说：“你别多想，房子是咱们的，我不会让你委屈的。”我心里稍微好受了些。可第2天吃晚饭的时候，婆婆又提起了让房的事。儿子啊，我和小雨说了，把你们的房间让给小娟，你们搬到小房间去。一家人嘛，要相互理解。我看向老公，等着他为我说话，可老公只是尴尬地笑笑。妈说的对，一家人就要相互帮助。小雨，你别太计较了。我的心一下子凉了。昨天晚上的承诺就这样轻飘飘的没了。饭后，我一个人洗碗的时候，想起了大学室友小李，他现在是律师，也许能给我一些建议。我决定找个时间偷偷联系他，看看这事从法律上怎么处理。我绝不能就这样被人欺负。这个家，这些财产，我也有一份。第2天一早，婆婆就开始了她的宣传攻势。我刚要出门上班，
就听见她在楼下和邻居张大妈聊天。我家小娟可懂事了，找了个好小伙子，两人感情特别好，不像有些人啊，嫁进来3年了，连个房间都不愿意让给小姑子。张大妈明显听出了弦外之音，你说的是小雨吧？这孩子平时挺好的啊。好什么好？婆婆压低声音，但还是能听见，天天端着个架子，好像谁欠她似的。小娟要结婚了，她连个房间都不愿意让，真是白疼她了。我站在楼梯口，听得清清楚楚，邻居们开始对我指指点点。我低着头快步走过，脸上火烧火燎的。中午回家吃饭，发现小姑子竟然带着3、4个朋友在客厅聚会。嫂子回来了，小姑子站起来，一脸无辜。我和朋友们说了我要结婚的事，他们都想来看看我的新房。新房，这是我的家。他的朋友们七嘴八舌的恭维。小娟，这房子真不错，装修得很有品味。是啊，这客厅好大，以后办聚会方便了。小姑子得意地笑。那当然，我哥嫂对我可好了，把最好的房间都让给我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他们在我家里谈笑风生，心里的怒火快要压不住了。下午我偷偷给律师朋友小李打了电话。小雨，你先别急。小李在电话里安慰我。房产证上写的是谁的名字？我老公的。我说，那你有没有出钱买房？有没有转账记录？我仔细想了想，首付的时候我出了10万，装修也花了我5万多，都有银行转账记录，那就好办了。你有权要求确认为夫妻共同财产。不过，小李的声音有些担忧，你老公那边怎么说？我苦笑，他现在完全站在他妈那边，那你得做好心理准备，这事可能不会那么容易解决。晚上，公公也加入了劝说的队伍。小雨啊，咱们家的传统就是大的让着小的，你哥哥小时候什么好东西都让给你爸爸，现在小娟要结婚了，你们做哥嫂的帮衬一下怎么了？婆婆在旁边点头，就是这个理儿。再说了，你们年轻，住哪儿不是住？小娟刚结婚，正需要一个像样的房间。我坐在这个家里，却感觉自己像个外人。所有人都在为别人的幸福做决定，却没有人问过我的感受。老公依然沉默，偶尔点点头表示赞同。我知道单靠自己的力量是斗不过他们全家的，但我不会放弃。我要收集证据，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。当天晚上，我开始整理所有的转账记录和消费凭证。既然他们不讲情面，那就讲法理。我表面上开始松口了。妈，您说的对，一家人就应该相互帮助。我在餐桌上主动提起这事，不过我需要点时间整理东西，毕竟住了3年了。婆婆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这才对嘛，我就说小雨是个明事理的好孩子。小姑子更是高兴。嫂子，你真好，等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请你当伴娘。老公也松了一口气，晚上搂着我说，还是我媳妇懂事，这样多好，一家人和和睦睦的。他们不知道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暗中行动。首先，我把所有的购房和装修凭证都整理好了。首付20万，我出了10万；装修8万，我出了5万多；家具家电10万，我出了7万。加起来，这套房子我的出资占了大头。其次，我开始偷偷录音。有一次，我假装上班，其实躲在楼梯间偷听，果然听到了婆婆和小姑子的对话。妈，你说嫂子真的会让房吗？小姑子有些担心。肯定会的，她一个外人，还能和咱们全家作对不成？婆婆得意地说。再说了，她老公都站在咱们这边，她
他能怎么样？那就好，我还担心他会闹呢。闹什么闹？房产证上又不是他的名字，大不了到时候让你哥直接赶他走。我在楼梯间握紧了拳头，手机录音功能一直开着。还有一次，我发现婆婆藏私房钱的秘密，她以为我不在家，偷偷从厨房的米缸里拿出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厚厚一沓钱。我悄悄拍了照。最让我心寒的是老公的态度。有天晚上，我装睡，听见他和小姑子在客厅聊天。哥，我还是有点担心嫂子会反悔。不会的，她不敢。老公的语气很自信。我了解他，就是个软包子，吓唬2下就老实了。那就好，我和志明都看好那个房间了，采光好，还带独立卫生间。放心吧，妹妹，哥不会让你委屈的。我躺在床上，听着枕边人和别人商量怎么算计我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的心彻底死了。我联系了小李，把收集到的证据发给他看。小雨，证据很充分。小李在微信里说，从法律角度讲，你完全可以主张这套房子的共有权，而且你有这些录音，证明他们是恶意侵占，你还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先别急着摊牌，再收集一些证据，最好能证明你老公明知道你的出资情况，却故意隐瞒房产权属。这样的话，你的胜算更大。我按照小李的建议，继续隐忍，表面上配合他们的安排，暗地里完善证据链。有时候我也会想，如果我真的妥协了，会不会换来家庭和睦？但每当想起婆婆那句大不了让你哥直接赶他走，我就知道在这个家里，我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地位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用法律为自己争取应得的权益吧。1个星期后，我主动找婆婆谈话。妈，我想通了，房间让给小娟吧。我装出一副无奈却识大体的样子。不过我需要1个月时间收拾东西，毕竟住了3年，东西挺多的。婆婆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这才对嘛。我就知道小雨是个好孩子，不会让家里人为难的。小姑子更是兴奋地抱住我，嫂子你真好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老公也在旁边点头，还是我媳妇懂事，这样大家都高兴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家里的气氛确实轻松了很多。小姑子开始大张旗鼓地筹备婚礼，还真的邀请我当伴娘。嫂子，到时候你穿粉色的伴娘服，肯定特别好看。她拉着我的手，一脸天真，谢谢你成全我的幸福。看着她纯真的笑容，我差点以为自己是个恶毒的女配角。婆婆也对我的态度好了很多，做饭的时候会多做我爱吃的菜，还夸我懂事。小雨啊，妈以前说话可能重了点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她拍拍我的手，一家人嘛，总要相互谅解。老公更是开心，晚上搂着我说，还是我媳妇好，为了这个家委屈自己。等过段时间，我们再买个更大的房子。我笑着点头，心里却冷笑，更大的房子，他有什么钱买房？就在这种虚假和谐的氛围中，我发现了一个意外情况，我怀孕了。那天早上刚测出2道杠，我激动地想要告诉老公这个好消息。老公，我有事要告诉你。可话还没说完，婆婆就从厨房走出来，听见了我们的对话。什么事啊？这么神秘？她笑眯眯地问。我咬咬牙，决定公布这个消息。妈，我怀孕了。本以为会得到祝福，没想到婆婆的脸色瞬间变了。什么？怀孕了？她皱着眉头。这个时候怀孕多不方便啊！老公也愣住了。现在？可是我们马上要搬家了。就是说啊，婆婆接话道，既然要搬到小房间去，
带个孩子多挤啊！再说了，小娟马上要结婚了，家里这么乱，怀孩子也不合适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妈，您的意思是，小雨啊，要不这个孩子就别要了吧？婆婆体贴地说，等过2年，情况稳定了，你们再要也不迟。现在确实不是时候。我捂着肚子，看着眼前这个要我打掉孩子的婆婆，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心如死灰。更让我绝望的是老公的态度。妈说的有道理，现在确实不太合适。他竟然点头同意。小雨，要不我们再等等？我看着他们，这一刻才真正认清了现实。在这个家里，我和我的孩子都只是可以随意牺牲的棋子。我累了，想休息一下。我强忍着眼泪回到房间，坐在床边，我抚摸着还平坦的肚子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不，我不能让他们得逞，我要保护我的孩子，保护我自己。我拿起手机，拨通了律师朋友的电话。小李，是我准备好了，咱们开始行动吧。3天后，小李来到了我家，他穿着职业套装，手里拎着公文包，一看就是专业人士。请问这里是张先生家吗？我是林小雨女士的律师。她客气地对开门的婆婆说。婆婆愣了一下，律师？小雨要律师干什么？这时候全家人都围过来了，老公、公公、小姑子，个个脸上写满了疑惑。我从房间里走出来，大家都坐下吧，我有些事情要说。小黎打开公文包，拿出一沓文件。我受林小雨女士委托，就房产权属问题向各位说明情况。什么房产权属？老公皱着眉头。小雨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些事实。小李开始宣读。根据我们调查，这套房产的购买资金，林小顾女士出资15.2万元，占总出资的76%。依据婚姻法相关规定，该房产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。什么？婆婆叫起来。小顾一个打工的，哪来这么多钱？这就是我要说的第2个事实。我站起来，从小李手里接过另一份文件。我不只是个普通会计，我还是远大投资公司的股东之一，持股20%。全家人都傻眼了。另外，我这3年来通过理财和投资，个人资产已经超过120万。我继续说道，这套房子的首付、装修、家具，大部分都是我出的钱。小李补充道，我们有完整的银行转账记录和投资收益证明，可以证实林女士的财务状况。小姑子结结巴巴地问，嫂子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因为我从大学开始就学投资理财，工作后更是用心经营。我看向老公，只是我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，包括我老公。老公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。小雨，你为什么瞒着我？因为我想看看，在你们眼里我到底算什么。我冷冷地说，现在我看清了。婆婆回过神来，开始发难。就算你有钱，那又怎么样？房产证上是我儿子的名字，房子就是我儿子的。小李微笑着拿出另一份文件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已经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，并准备起诉确认房产权属。另外，他停顿了一下，我们还将就婚内财产隐瞒、精神损害等问题提起诉讼。起诉？公公慌了。小雨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有话好说。一家人？我苦笑。一家人会逼我打掉孩子吗？一家人会这样算计我吗？我摸着肚子，看着这些曾经的家人，第一次感受到了掌控自己命运的力量。小李继续说道，另外，
我们建议林女士申请离婚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。考虑到男方的欺瞒和伤害行为，我们将要求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。房间里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震惊了。那个他们眼中软弱可欺的儿媳妇，突然间变成了掌控局面的强者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开始有条不紊的反击。首先，我公布了所有录音录像证据。当婆婆听到自己说大不了让你哥直接赶她走的录音时，脸色刷白；当老公听到自己说他就是个软包子，吓唬2下就老实了的录音时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小雨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他想要解释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冷笑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商量怎么算计我的时候，可没想过我的感受。小姑子也慌了，嫂子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出了这么多钱买房，不知道。我拿出银行转账记录，这些钱都是从我的账户转出的，你哥哥不可能不知道。老公想要狡辩，我以为那是你的零花钱，15万的零花钱。我质问道，你当我是富婆吗？律师团队很快帮我办理了房产保全手续，法院的封条贴在门上，这套房子暂时不能买卖或转让。小姑子的婚礼彻底泡汤了。志明得知真相后，主动找上门来。小娟，对不起，我觉得我们不太合适。他很诚恳地说，这个家的情况太复杂了，我需要时间考虑。小姑子哭着求他，志明，这些都不关我的事啊，是我嫂子要告我们，但这确实是你们家的事。志明摇摇头，我不想卷入这种纠纷。就这样，小姑子的男朋友跑了，婚礼自然也办不成了。婆婆气急败坏地冲我发火，都是你把我女儿害成这样。害她？我反问，是我让她抢我房间的吗？是我让她把我当冤大头的吗？这一次我没有退缩，没有忍让，因为我终于明白，善良不能换来尊重，只有实力才能保护自己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开始收回其他财产。原来老公这些年一直用我的钱在外面投资，他以为我不知道，这20万是去年你以我的名义贷款投资失败的，现在请还回来。我拿出证据，这10万是前年你拿我的钱给你朋友担保的，现在也该还了。老公彻底慌了，小雨，咱们是夫妻啊，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？那我的钱就不是你的钱了。我冷冷地说，既然你这么想，那我们就分得清清楚楚。公公婆婆也开始求情，小雨啊，都是一家人，别闹得这么僵。一家人？我看着他们，一家人会逼我让房吗？一家人会让我打胎吗？法院的传票很快就下来了，房产确权和离婚案件正式立案。那天晚上，老公跪在我面前，眼泪鼻涕一起流。小雨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别离开我，咱们的孩子不能没有爸爸。我看着他狼狈的样子，心里没有一点波澜。有些错误犯了就是犯了，道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2个月后，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，我获得了房产的完全所有权，以及30万的精神损害赔偿。但更震撼的还在后面，我在清理财物的过程中，发现了更多秘密。大家知道婆婆这些年藏的小金库是哪来的吗？我拿出一沓证据，她利用老公公司的财务漏洞，这些年私吞了不少钱，涉嫌偷税漏税。婆婆的脸刷得更白了。你胡说什么？胡说！我冷笑。税务部门的调查函已经下来了，婆婆您自己看吧。更让人震惊的是小姑子的秘密。小姑子在外面借了高利贷，总共欠债15万。我继续爆料，
他一直想用这套房子做抵押，这也是他急着结婚、急着要房子的真正原因。小姑子彻底崩溃了。嫂子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放贷的人找到了我。我平静地说，他们以为我是房主，想让我签担保合同。最后的重磅炸弹是关于老公的。我老公这些年背着我借钱投资，现在外债总计45万。我拿出债务清单，如果我们不离婚，这些债务我也要承担一半。老公瘫坐在地上，小雨，我就是想赚钱给你更好的生活，更好的生活。我冷笑，你是想害死我吧？看着眼前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家人，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他们确实是一家人，都一样的自私贪婪。亲戚朋友们得知真相后，纷纷站在了我这边。小雨做得对，这样的家庭早该离开。这婆家也太过分了，把儿媳妇当什么了？还好小雨聪明，要不然真的被害死了。连当初劝我忍让的邻居张大妈都说，小雨，是阿姨看走眼了，你做得对。法院的最终判决下来，房产归我所有，老公净身出户，老公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30万，小姑子的高利贷债务与我无关，婆婆因为税务问题被罚款10万。这一家子原本想要算计我的财产，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每个人都付出了代价。老公最后一次求我，小雨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给我一个机会吧。我摇摇头，有些事情做了就是做了，没有回头路。半年后，我的宝宝健康出生了，是个可爱的女儿，眼睛大大的，特别像我。我给她取名叫自由，希望她能自由自在地长大，永远不要像妈妈一样忍气吞声。我搬进了新买的房子，3室2厅，宽敞明亮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只有我和女儿，没有任何人能够算计我们。公司的业务也越来越好，我和合伙人又开了一家分店，经济独立让我更加自信，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过日子。至于前夫一家，听说过的都不太好，老公因为债务问题被迫卖掉了老家的房子还债，现在租房住。小姑子至今还单身，名声在当地已经臭了，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对象。婆婆因为税务问题不仅被罚款，还在当地丢了面子，经常被人指指点点。有时候在街上偶遇，他们都会躲着我走。那个曾经在我面前趾高气扬的婆婆，现在见了我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。朋友们都说我变了，变得更加坚强，更加独立。以前的你太软弱了，总是为别人着想。小李说，现在的你才是真正的自己。我抱着女儿坐在新家的阳台上，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温暖而美好。我曾经以为忍让就是美德，妥协就是智慧，但现在我明白，真正的智慧是保护自己和孩子，真正的美德是不让恶人得逞。女人永远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，当你足够强大时，所有的不公都会不攻自破。女儿在我怀里安静地睡着，小脸蛋红扑扑的，我轻抚着她的脸颊，心里充满了感激。感激当年那个勇敢反击的自己，感激那些帮助过我的朋友，更感激生活给了我重新开始的机会。现在的我不再是那个逆来顺受的儿媳妇，而是一个独立自强的母亲。我要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所有的女性，不要害怕反抗，不要害怕斗争，只有你自己强大了，才能保护你真正珍视的一切。窗外夕阳西下，新的生活刚刚开始。我和女儿，我们有光明的未来在等着我们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
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